他昨天晚上特别吵，青青还上楼找他了，我听见他们说话的声音了。你肯定弄错了。他搬走的时候，我还帮他把行李拿到楼下。他跟我说要回老家以后不来了，我顿时头皮发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如果莹莹已经搬走了，他为什么要在群里说自己遇见色狼，而且每天晚上在我们楼上发出那么大动静的，又会是谁呢？就在这时，屋外忽然传来防盗门被打开的声音。酱汁，我带夜宵回来了，你睡了吗？轻轻的声音从房间门口传来，我吓了一跳，慌乱的想要藏起来。酱汁，你这么早睡着了？我立刻抓过被子蒙住头，嘎吱，门把手旋转，卧室的房门被打开。今天睡这么早啊？一只手探过来，把被子从我头顶往下掀。我闭着眼睛一动不敢动。我虽然闭着眼睛，也能感觉到他的视线在我身上扫来扫去，带着一股不怀好意的阴森感。真睡着了？轻轻伸手摸我的脸，两根手指顺着脸颊一路往下，冰冷粗糙的触感激起一阵战栗，我几乎要控制不住身体的颤抖了。就在这时，楼上忽然发出咚的一声巨响，像是椅子倒地的声音。轻轻的手一顿，过一会儿，好像有人拖着椅子走来走去，响声更大了。真烦人！轻轻不耐烦地朝头顶喊：你有完没完？能不能安静点？他喊得太响，我不能再装睡了。我犹豫片刻，睁开眼睛，做出一副迷迷糊糊的样子。青青，你回来了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楼上又开始了，我上去跟他说一下，你继续睡吧。轻轻安慰似的朝我笑了一下，转身带上门出去了。等他一走，我立刻扑过去反锁房门，身体贴在门上，大口大口喘气。放在口袋里的手机又震动起来。小美发了一张图片过来，这是物业给我的。我就说吧，楼上根本没有人住。图上是一张小区客户的动态表，表格里显示6栋1301状态为空置，正常的空房都是待租，那些房东没有出租需求的空房才会特别标注为空置2个字。我脑子有点僵，可是楼上又发出噪音了。青青刚上去呀，楼上那个莹莹脾气差，又是个话痨，每次青青上去都能听见她在那边大喊大叫，两个人要说好一会儿话，青青才会下来。楼上是绝不可能没人住的，但小美发的这个图片也不像是假的。我大脑机械地转着，联想到刚才那个老神棍说的话，心里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，难道说青青在楼上囚禁了一个女人？青青不会真的是变态吧？我被自己的念头吓到，想找小美把情况说清楚，然后去她房里躲着再报警。可一翻到我们两人的聊天界面，才发现小美又发了一连串信息：你怎么老不信我？我骗你有什么好处？楼上根本不可能有人啊！青青上去也没用，搭成一个人在走廊里傻站着呢。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拍个照片。我握紧手机，倒吸一口冷气，完蛋了！小美做事情怎么这么莽撞啊？这要是去楼上，正好撞到青青，我不敢再想下去，立刻冲到客厅。我跑到走廊上的时候，看见电梯门正缓缓合上，小美穿着个粉色的摇粒绒睡衣，开心地朝我挥手。我扑过去按下电梯键。小美，你听我说。哎呀，你来的正好，走，我带你上去看看。